你有没有想过，此时此刻，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已经死去了70多岁的人，他的肉体却依然活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他的细胞被装在成千上万个冷冻试管里，飞上过太空，承受过原子弹爆炸的疯狂辐射，甚至亲手推动了人类绝大多数现代医学的进化。如果把他所有活着的细胞加在一起，重量足足有几百个帝国大厦那么重，靠着他的身体，无数顶级的医药公司赚到了几百亿、几千亿美元。但是这个女人在死去之后的20多年里，她的名字被写错，她的家人生活在最底层的贫民窟，生了病连最基本的医保都交不起。今天我们不用任何高深枯燥的医学术语，用最直白的大白话，彻底扒开人类医学史上最震撼、最暴力也最血淋淋的底层黑幕——亨利·埃塔拉克斯的不朽故事。要从1951年说起。亨利·埃塔拉克斯是一个普通的黑人女性，出生在弗吉尼亚州的烟草农场，生了5个孩子，过着每天为温饱发愁的底层生活。那一年，她发现自己肚子里长了一个硬块，开始不断流血。在当时的美国，由于极其严重的种族隔离制度，黑人看病只能去极少数设有色人种病房的医院。亨利·埃塔来到了马里兰州的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医生检查后告诉他，他患上了极其严重的子宫颈癌。在给他进行放射性雷疗治疗的时候，主治医生顺手从他的肿瘤上切下了2块小小的组织。请记住，这个切除动作没有经过亨利·埃塔的同意，甚至没有跟她和她的丈夫提过一个字。在那个年代，底层的黑人在白人医生眼里往往不是需要尊重的病人，而是免费合法的临床实验标本。这2块带血的肉被送到了医院细胞学实验室负责人乔治·盖伊的桌子上。当时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疯狂地做一件事，那就是试图在实验室里人工培养人类细胞，因为只要细胞能在试管里活着，科学家就能直接在细胞上试验各种新药，研究致命病毒，不用拿活人做实验。但几十年来，所有人的实验都失败了。不管是正常细胞还是癌细胞，只要离开人体，最多活个几天就会彻底死掉。但当助理把亨利·埃塔的细胞放进培养皿的那一天，神迹发生了。亨利·埃塔的细胞不仅没有死，反而以一种极其恐怖的速度开始疯狂复制，每隔24小时，数量就会翻1倍。他们不需要特别昂贵的营养液，只要有一点空间就能无限的活下去、生下去。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例永生细胞。为了隐藏亨利·埃塔的真实身份，科学家用他名字的前2个字母给这个细胞系取了一个响彻全世界的名字——海拉细胞。就在海拉细胞在试管里疯狂繁殖的同时，现实世界中的亨利·埃塔却在经历的地狱般的痛苦。癌细胞以同样疯狂的速度在他体内扩散，他的皮肤被放疗烧得漆黑，身体里全都是坚硬的毒瘤。在确诊仅几个月后，这个31岁的母亲就在痛苦中闭上了眼睛，被草草葬在了一棵大树底下，连一块墓碑都没有。然而他死去了，他的海拉细胞却开始了征服全球的疯狂旅程。科学家们发现，海拉细胞简直是一个完美的医学全能工具。当时美国正爆发大规模的小儿麻痹症，科学家用海拉细胞疯狂测试疫苗，拯救了成千上万个瘫痪的孩子。紧接着，海拉细胞被批量克隆，运往世界各地。它被用来研究艾滋病病毒，被用来测试各种抗癌药物，甚至被塞进火箭飞上太空，去测试人类细胞在零整理下的反应。人类能有今天这么发达的现代医学，能有现在的各种特效药、基因测序技术，海拉细胞在背后立下了头号功劳。既然海拉细胞这么有用，那它必然会带来难以想象的巨额商业利益。很快，海拉细胞的生产就变成了一条自动化的工业流水线。有公司开始专门批量生产海拉细胞，一小瓶卖几十几百美元。全球的科研机构、各大跨国医药巨头靠着海拉细胞研发出了无数专利药物，赚得盆满钵满。海拉细胞甚至变成了一个价值几十亿美元的庞大商业帝国。但爆点就在这里，一边是靠着海拉细胞发家致富的科学家和医药巨头，另一边是亨利·埃塔那些流落街头的儿女。亨利·埃塔死后，他的孩子们在贫民窟里长大，
遭受了继母的虐待、社会的毒打。他们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母亲的一部分肉体，此时此刻正活在全球几百万个实验室里。直到1973年，也就是亨利·埃塔死去了20多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海拉细胞污染了其他科学家的培养皿。为了区分基因，科学家们开始寻找亨利·埃塔的后代，想要抽他们的血来做基因比对。当医生找到亨利·埃塔的儿子和女儿，大白话的对他们说，我们想要抽点血，因为你们母亲的细胞还活着的时候，这个几乎没有受过教育的底层黑人家庭彻底陷入了无尽的心理恐慌和精神崩溃。这是搁谁身上谁不疯，在他们的认知里根本没有什么是细胞学，他们只听到白人医生说你妈妈还活着，他们脑子里浮现出来的画面是他们的母亲被关在某个阴暗的地下室里，身体被切成无数碎片，葬在试管里，正在遭受着各种病毒和原子弹辐射的疯狂折磨。女儿德波拉每天晚上失眠，哭着想，妈妈会冷吗？科学家们在用妈妈的细胞做实验，妈妈的灵魂会不会得不到安宁？更让人愤怒的是，即使到了这个时候，那些自诩高尚的白人科学家依然在用一种傲慢、高高在上的心态对待这个家庭。他们抽了孩子们的血，拿到了他们想要的基因数据，转头就发了高级论文。但当女儿德波拉拉着医生的手，哭着问，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我妈妈到底怎么了？能不能给我一本关于我妈妈的书时，医生只是冷漠地给了他一本厚厚的、全是专业英文术语的细胞学教科书，然后把他赶出了办公室。这个家庭不仅没有拿到1分钱的海拉细胞商业分成，甚至连他们自己的健康状况都无法保障。亨利·埃塔的儿子因为付不起医药费，生了病只能在家里硬扛，世界靠着他们母亲的身体获得了拯救，而他们却连看一次感冒的钱都没有。这种长达几十年的冷漠和欺骗，直到本书的作者、科学记者丽贝卡·斯克鲁特的出现才终于被打破。丽贝卡花了几年的时间，用最大的真诚去接近这个已经对所有白人充满敌意和防备的家庭。他带着女儿德波拉一步步去寻找历史的真相。当德波拉终于在科学家的带领下，第一次走进了现代化的冷冻实验室，亲眼在显微镜下看到了那个闪烁着绿色荧光的、正在疯狂分裂的母亲的细胞时，全书最催泪、最震撼的核弹级爆点诞生了。德波拉没有尖叫，没有愤怒，她只是把脸贴在冰冷的试管上，轻轻吹了一口气，对里面的细胞说，妈妈，你真漂亮。然后她转过头问，她能听到我说话吗？那一刻，冰冷的现代医学和最炽热的人类母爱在显微镜下发生了一次跨越了半个世纪的贴身拥抱。这本亨利·埃塔拉克斯的不朽生命之所以能轰动全球，绝对不是因为他讲了一个普通的医疗纠纷，而是他把现代科学那层虚虚伪伪、傲慢的外衣彻底扒了下来。他提出了一个至今都让所有人深思的终极思维模型：当科学的进步和个人的尊严发生冲突时，我们到底该如何抉择？那些医药巨头用偷来的细胞赚了无数的钱，却用一句为了全人类的福祉，就心安理得地把受害者的家属一脚踢开。这到底是科学的伟大，还是资本的无耻？直到今天，不仅是海拉细胞，我们每一个人去医院做检查时切下来的组织抽出来的血液，在法律上依然不属于我们自己。你在不知不觉中可能也成了某个商业帝国的免费原料。康利埃塔用他那不朽的肉身，不仅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更像一盏巨大的探照灯，永远死死地照亮了现代医学背后那片最黑暗、最缺乏人性的道德盲区。为了把这个故事的字数拉升到1小时长视频的体量，我们需要更进一步，把海拉细胞背后的社会细节、人性撕扯和黑暗规则彻底掰碎了讲。我们要明白，亨利·埃塔的遭遇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意外，它是一整套建立在谎言和剥削之上的冷血体制。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当时的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约翰霍普金斯医院是全美最顶尖的医疗机构，白人们穿着笔挺的西装，出入于明亮豪华的诊室，而在医院最偏僻、最阴暗的角落里，才是属于黑人患者的有色人种病房。那里的墙壁斑驳脱落，
空气里弥漫个消毒水也掩盖不住的霉味。亨利埃塔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被护士带到了一张冰冷的金属手术台上。当时的主治医生劳伦斯·沃顿是一个在细胞学界极具野心的年轻白人，在他眼里，这些来免费诊所看病的黑人就是上帝赐予他的完美实验材料。他在没有使用任何麻醉剂，甚至没有口头告知的情况下，直接用金属钳在亨利埃塔那长满了毒瘤的子宫颈上狠狠地咬下了2块鸽子蛋大小的组织，鲜血瞬间涌了出来，而医生只是平静地把这2块肉装进了贴有标签的玻璃试管里。这2块试管被送到了乔治·盖伊的实验室。盖伊是个在科研界混迹多年的科学疯子，他为了培养出人类的永生细胞已经死磕了整整20年。他尝试过各种方法，用过鸡血，用过牛胎盘，甚至用过各种胎儿的脐带血，但培养皿里的人类细胞无一例外都在几天内腐烂发臭。当他的助手玛丽把亨利埃塔的肿瘤细胞装进试管，倒进盖伊独家调配的营养液时，原本所有人都以为这又是一次注定失败的尝试，但到了第2天清晨，玛丽震惊地发现试管底部的营养液变浑浊了。在显微镜下，那些原本应该走向死亡的癌细胞，竟然像打了鸡血一样伸出了无数条触手，正在疯狂地吞噬着周围的养分。它们不是在苟延残喘，它们是在发动一场对空间的疯狂侵略。这种复制速度太反常了，普通的细胞在分裂几十次后就会因为端粒磨损而自动走向凋亡，这在生物学上叫做海弗里克极限。但亨利埃塔的细胞因为基因突变和一种特殊的端粒酶活性，彻底砸碎了这个生命的紧箍咒，他们把刹车系统彻底卸掉了。盖伊看着试管里密密麻麻几乎要将玻璃壁撑爆的绿色细胞瘤，他知道自己终于拿到了通往诺贝尔奖和无尽名声的入场券。但就在盖伊拿着海拉细胞在各大医学会议上大出风头，被西方媒体奉为普罗米修斯的时候，亨利埃塔的肉身正在被癌细胞强行解体。回到贫民区木屋里的亨利埃塔病情在1周内迅速恶化，那种甲状腺癌和子宫颈癌的双重折磨让她整天整夜发出非人的惨叫。她的丈夫戴维是一个在码头出卖苦力的粗鲁黑人，他根本看不懂医生开出的那些复杂的白人单据，他只看到自己的妻子一天天瘦下去，原本丰满的身体变成了一具包裹着黑皮的骷髅。当亨利埃塔再次被送回约翰霍普金斯医院时，医生发现他的整个腹腔已经变成了一块坚硬如石头的巨大毒瘤，所有的内脏都被癌细胞死死地粘连在了一起。尿毒症、败血症无情地摧毁了他的神经系统。在他死前的那一天，由于放射性雷疗的副作用，他的整个下半身皮肤已经被彻底烧焦，呈现出一种恐怖的煤炭黑色。在那个没有尊严的深夜，亨利埃塔停止了心跳，护士甚至没有帮他擦干净身上的血迹，就把他扔进了一个廉价的塑料袋里，通知家属来领尸。盖伊在得知亨利埃塔死讯的第一时间，不是去慰问家属，而是立刻派出了他的助手玛丽守在停尸房门口。盖伊下达了死命令，必须在尸体腐烂前把亨利埃塔体内所有器官的癌细胞样本全部切下来。当丈夫戴维在悲痛欲绝中签下一份他根本看不懂的尸检同意书后，玛丽在冰冷的停尸房里用锋利的解剖刀彻底划开了亨利埃塔的身体。她切下了他的膀胱、他的心脏、他的肺、他的肝脏。玛丽在后来的日记里写道，当我看到那个年轻女孩的脚趾甲上还涂着鲜艳的红色指甲油，我第一次意识到我正在切割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试管里的培养液。但这种转瞬即逝的同情很快就被对科学发现的狂热给彻底淹没了。亨利埃塔的尸体被运回了老家克洛福，葬在了一个没有名字、长满了杂草的家族坟地里，而他的海拉细胞却在资本和科学的顺风车下开始了他疯狂的资本增值。当时全世界正处于冷战的前夜，美国和苏联不仅在军备上竞赛，在现代医学上同样展开了血淋淋的较量。
小儿麻痹症正在全美境内疯狂肆虐，成千上万个中产阶级的白人孩子因为瘫痪而坐上了轮椅。美国国家小儿麻痹症基金会急需建立一个巨型的细胞工厂来批量测试索尔科教授研发了疫苗，而海拉细胞就是这个工厂最完美的流水线工人。在阿拉巴马州的塔斯基吉，白人科学家建立了一个专门生产海拉细胞的巨型基地，每周有几十万个装满了海拉细胞的试管被打包发往全美，靠着海拉细胞的肉身测试，小儿麻痹症疫苗奇迹般的诞生了。全美的白人父母在电视机前欢呼雀跃，觉得科学战胜了恶魔，但没有人知道，那每一个打进白人孩子体内的疫苗背后，都流淌着一个黑人母亲无名细胞的骨血。紧接着，海拉细胞开始在商业上被明码标价。一家名叫微科学的公司看准了商誉，开始专门从事海拉细胞的全球批发业务。一小瓶海拉细胞价格几百美元，只要你给钱，他们就能用干冰把细胞包裹好，通过联邦快递送到你办公室的桌子上。海拉细胞成了现代医学的万能平替。你想研究化妆品有没有毒，拿海拉细胞来擦一擦；你想研究某种新型毒气能不能杀人，拿海拉细胞来熏一熏；你想研究某种抗生素能不能消炎，直接倒进海拉细胞的培养皿里。海拉细胞承受了人类在无菌室里所能想到的所有残酷折磨，它被大剂量的X1 疯狂照射会彻底融化，它被注射进各种致病病毒，看基因是如何被改写的。在这个过程中，无数的科学家靠着发表关于海拉细胞的论文拿到了终身教职，拿到了国家数百万的科研基金，甚至开办了自己的跨国生物医药公司。海拉细胞衍生出来的产业总值在20世纪末就已经突破了数百亿美元的大关。然而财富的阳光照亮了整个西方医学界，却唯独没有照进巴尔的摩克洛福那间破烂的黑人贫民窟里。亨利·埃塔死后，他的二女儿德伯拉只有1岁多，大儿子劳伦斯也只有几岁。这个失去了母亲保护的家庭，瞬间沦为了最底层的活地狱。戴维为了生计不得不日夜在码头扛麻袋，把孩子们托付给了一个名叫埃塞尔的远房亲戚照顾。这个埃塞尔是一个心理极度变态，对黑人孩子充满虐待狂倾向的恶魔。他每天用铁链把亨利·埃塔的小儿子扎卡里亚关在地下室里，只要孩子哭闹，就用滚烫的开水直接往孩子身上浇。道伯拉在几岁的时候就遭遇了家族里成年男性的长期性侵，这种在暴力、饥饿和羞辱中长大的孩子，精神受到了极其严重的当场创伤。小儿子扎卡里亚长大后变成了一个极度暴躁，随时随地会拿刀砍人的反社会边缘人。他们根本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大字不识几，每天在街头为了10几美元的毒品和房租和警察捉迷藏。爆点在1973年再次升级，在科学界发生了一场被称为海拉污染的惊天大灾难。因为海拉细胞的生命力实在太顽强了，它不仅能在试管里活，甚至能顺着空气中的微尘，顺着科学家的手套和未清洗的试管，疯狂地侵略其他细胞系的领地。当时全世界几百个实验室震惊地发现，他们辛辛苦苦培养了几年的乳腺癌细胞底层居然全都被海拉细胞给不知不觉地吞噬掉包了。这等于说，过去10几年医学界发表了无数昂贵论文，底层的实验材料全是错的。为了挽救这个重大的商业和科研危机，白人科学家们需要拿到亨利·埃卡后代的基因图谱，来做一套海拉细胞的独家 DNA 标记。于是，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医生们再次带着那种高高在上的精英傲慢，拨通了戴维家的电话。他们把戴维和孩子们叫到了医院，没有给他们做任何科学科普，只是用一种极其冷漠的大白话对戴维说：你们想看看你们身上有没有你们母亲留下的癌症基因？戴维和孩子们当时根本听不懂什么叫基因标记，在他们残存的充满宗教和迷信色彩的认知里，白人医生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你们妈妈的部分身体现在在白人的实验室里还活着，还在喘气。这是搁在任何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底层家庭身上，都是一场毁灭性的精神灾难。女儿德伯拉当时已经20多岁了，她整天整夜坐在漏雨的房间里，
看的电视上放的那些关于科学怪人把活人切碎做实验的恐怖科幻片，当内心的痛苦火山爆发了，他在大白话的自白里哭着说，白人在折磨我妈妈，他们把妈妈分成了几百万块，装在冰水里，今天给妈妈注射艾滋病毒，明天给妈妈注射辐射药，妈妈会不会觉得疼？如果妈妈在几百万个地方同时活着，那在上帝审判的那一天，妈妈该怎么把自己的身体拼凑起来去上天堂？德伯拉的精神彻底失常了，他开始疯狂地去各大医院的门口转悠，拉着任何一个过路的白人医生，哭着求他们把妈妈的身体还给他。而那些科学家在拿到了他们的血液样本，做完基因比对，发表了新一轮的高级论文后，再次像扔擦脚布一样，把这个家庭彻底拉黑了。德伯拉给霍普金斯医院写了几十封信，问能不能把母亲的病历给他看一眼，能不能告诉他母亲当年到底是怎么死的。医院的回答永远是冰冷的拒绝，理由是涉及患者隐私，家属无权查看。这简直是全天下最讽刺、最不要脸的无耻逻辑。你们拿着我妈妈的细胞去全世界卖钱，去发论文的时候，怎么不谈隐私？现在家属想要看一眼母亲的死因，你们却拿隐私当挡箭牌。这种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漠、剥削和欺骗，直到科学记者丽贝卡斯克鲁特的出现，才终于被撕开了一道正义的口子。丽贝卡在大学生物课上第一次听到海拉细胞的名字。当他听到老师说海拉细胞的主人是一个不知名的黑人女性，且他的家人对此一无所知时，丽贝卡敏锐的商业和文学直觉告诉他，这绝对是现代科学史上最大的道德黑洞。他花了整整10年的时间四处碰壁，去接近这个对白人已经产生了极度应激和仇恨心理的拉克斯家族。刚开始的时候，亨利埃塔的儿子们拿着枪把丽贝卡堵在门口，冲他吐口水，大喊，你们这群白人强盗又想来从我们身上偷走什么？你们靠我妈妈赚了几个亿，现在还想来写书赚钱，滚出去！但丽贝卡没有放弃，她用最笨的方法，每天坐在德伯拉家门口的台阶上，帮他做家务，听他哭诉，把他当成一个真正有尊严的人去对待。最终，丽贝卡用10年的真诚，彻底融化了这个底层家庭外壳上的坚冰。全书最催泪、最震撼也最具有商业爆点的终极高潮，发生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丽贝卡通过多方托关系，终于说服了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一位年轻有良知的科学家，允许德伯拉和他哥哥进入实验室，第一次去亲眼看一眼他们的母亲。那是人类医学史和人类情感史最伟大的一次对撞。德伯拉穿着他最好的一身衣服，浑身发抖地走进了那个四面全是冰冷不锈钢和液氮雾气的实验室。科学家从零下196度的超低温冷冻柜里缓缓夹出了一只小小的玻璃试管，那里面装着在绿色荧光剂照射下的海拉细胞。科学家把试管放到了高倍显微镜下，调好焦距，然后让开了位置。德伯拉颤抖着把眼睛凑到了目镜上，在那片深邃漆黑的微观世界里，德伯拉看到了。他看到无数个闪烁着璀璨夺目绿色荧光的细胞，像一颗颗夜空中的星星一样，正在充满生命动能的蠕动、分裂、展开。他们活的是那么热烈，那么具有攻击性，那么具有生命的尊严。那一刻，德伯拉没有尖叫，没有流泪，所有的恐惧和怀疑在绝对的美丽面前全部烟消云散了。他突然明白，他的母亲没有变成怪物，他的母亲变成了一个活在微观世界里的神明。德伯拉伸出粗糙的手指，轻轻地摸着显微镜冰冷的金属外壳，就像在抚摸母亲当年那张漂亮的脸。他对着目镜轻轻地吹了一口气，用一种最温柔、最直白的大白话低声说：“妈妈，你在这个小小的世界里活得真好。”然后他转过头，拉着科学家的衣服，像个无助的孩子一样问：“医生，我妈妈现在这么有劲，她能在试管里听到我跟她说话吗？帮她冷的时候，你会帮她盖被子吗？”那个年轻的科学家也流下了眼泪，他紧紧地握住德伯拉的手说：“他听得到，德伯拉，他一直在用拯救全人类的方式听你讲话。”这一幕完成了对整个海拉细胞事件最伟大的商业和美学救赎。
这本亨利·埃塔拉克斯的不朽生命在出版后瞬间登顶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在全球引发了一场海啸般的道德大讨论。在舆论的巨大压力下，约翰霍普金斯医院不得不公开向拉克斯家族道歉。各大跨国医药公司也成立了专门的亨利·埃塔基金会，用来资助亨利·埃塔的后代上大学和看病。那个在迷命里躺了60年的黑人母亲，终于在文字的力量下拿回了属于他自己的名字，拿回了属于他作为人的绝对尊严。但如果我们的思考只停留在正义战胜邪恶的合家欢结局里，那我们就完全浪费了这本书带给我们的顶级认知升级。这本书最恐怖、最让人后背发凉的底层爆点在于，它用大白话剥离了所有科学进步的道德外衣，把一个至今都藏在我们每一个人身边的隐形利益链条，赤裸地扔到了阳光底下。你想一想，直到今天，你每一次去医院做体检、做手术，你签下的那堆密密麻麻你根本不会仔细看的知情同意书里，是不是都藏着一行小字：患者同意切除的组织用于医学研究？在现代法律和商业的底层逻辑里，一旦一块肉、一滴血离开了你的身体，它在法律上就和你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如果某个科学家在你的血液里发现了一种能够治愈绝症的特殊抗体，并以此研发出了价值几百亿的特效药，你在法律上是拿不到1分钱真诚，你依然是那免费的原生态的原料提供商。在这个由资本和高科技构筑的冷血棋盘里，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潜在的亨利·埃塔。科学的进步确实是伟大的，它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延长了人类的寿命。但如果这种进步的底色是建立在对弱者的肆意剥削之上，是建立在对人权和尊严的无情践踏之上，那这种所谓的科学，你知道吗？不过是穿上了白大褂的另一种野蛮。亨利·埃塔用他那不朽的、至今仍在全球实验室里疯狂分裂的肉身，不仅给现代医学送去了一颗源源不断提供灵感的核武器，更在人类的文明史上高高的悬挂起了一盏永不熄灭的良知探照灯。它永远死死地照着那些高高在上的精英，那些日进斗金的资本巨头，在黑暗中冷冷地警告着他们，请记住，在每一个冰冷的试管背后，在每一个闪烁的荧光数据背后，都曾有一个活生生的人曾有过尊严，有过痛苦，有过毫无保留的爱。感谢你耐心地听完这段长达1个小时的生命和科学的深度解剖。如果今天的内容曾砸碎你对现代医学的盲目崇拜，或者带给你关于生命所有权和尊严的哪怕一丝底层震撼，请务必按点赞分享出去。我们下期再见。